眼看普京要进中国大门，日本就抢先一步拉中韩开了个小会啊，别走美国老路，果然心虚啊，占一大部分。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近日在一次记者会上说呀，中日双方就重启中日韩高层会谈达成了共识。据他说呢，在之前的会谈当中，中日双方讨论了中日韩三方合作机制啊，就其重要性交换了意见，并同意重新启动中日韩进程。这话放在以前或许还有点可信度，但是自从拜登政府上台啊，这日本就是在亲美的道路上是一去不复返。如今日本甚至都敢公开的啊，在台海问题上叫嚣挑衅。继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放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之后啊，而该国又再次表态，日本会在必要的时候对台湾地区提供支持。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突然要与中方会面，也因此一度让外界感到不对劲儿。为什么日本要寻求与中国会谈呢？这么做不怕让美国不高兴吗？但是真要说起来，不排除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收到访华邀请有关。根据俄卫星通讯社的相关媒体的报道啊，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外说呢，当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收到了访华的邀请，计划在今年10月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访华。同一时间，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举行的第13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会面。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王毅明确表示，中方愿意与俄罗斯方面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一带一路”的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兴许是王毅在会议上一再强调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强调中俄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化的考验，变得更加的坚韧，所以才会让日本感觉到不安。而虽说中俄关系一直都很好，但是日本很紧张，会有一天遭到来自2个世界大国的暴打。值得一提，俄罗斯军队在几天前呢参加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组织的北部联合2023演习。而中俄联演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只是偏偏日本坐不住，因为两国的演习就在日本海，相当于是在日本家门口。前面我们说日本如今呢本就紧跟在美国身后，不断拱火搞事儿制造事端，而在这期间不仅仅是得罪了中国，也惹恼了俄罗斯。明知道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触及到普京当局的红线，日本为了讨好美国坚持要这么做，对此难保俄罗斯不会新账旧账一起算。毕竟在过去呢，仗只有美国撑腰，日本想尽办法企图从俄罗斯手里将北方四岛抢回来，而俄罗斯当时是有给予警告的。可当新仗来临，以战斗民族的性格日本的日子很大程度上是不好过。想来也就是这样在得知普京即将访华后，日本抢先一步，想要拉拢中韩开一个小会，避免中俄会面，这自己的处境会被拉响警报。其实日本心虚占了一大部分，怕中俄在会面后呢会商讨出如何来收拾自己。当然这是日本自己的想法，而至于中俄其实就是单纯的为了推进两国之间的关系，而让日本紧张一点也好，省得他又不安分搞出点什么其他的事情来。好，本期节目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